Hello，我们来了。我们现在开始看我案的第咱说错了啊，没有第4集。太敏感。哎呀，大哥一看这我还没说集数呢。上一集很脆弱，对，上一集很精彩啊！很精彩咱说句实话，就是马上就要揭开刘处长到底是那个樊潇给了他一个假的那个人，还是刘处长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是樊潇？我认为是给了一个假人。嗯，你呢？你俩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假线索。对，应该是假的。来吧，我们直接开始啊！预备，开始。猥亵我的人，穿一包间谁都不认识。你他妈谁呀？白三少，死吧你！找你有事儿。电源给我打开。事儿。清个场呗。啥意思？你他妈谁呀？三少，没想到包厢里坐的是你啊！你认识？认识，施丽华聚会上照过面。二位什么事儿啊？进来就砸场子是吧？找你什么事儿？你心里清楚。我今天既然能找到你，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如果你不介意有人旁听，那倒也无所谓。好啊，那就聊聊。都他妈给老子出去！老子要谈正事儿。先找个场子热好场，一会儿就来。等你啊，三少。等你啊，哥。我们先过去了啊。来吧，聊。啥玩意儿？那肯定有事儿吧？要不然正常不会清场吧？但中间毕竟隔着施丽华，所以你有什么要说的，好好掂量掂量，可别藏着掖着。樊总是吧？您和这位要和我谈的先生什么关系啊？朋友。哦，朋友。三少，我今天就是过来跟你要个说法。这默契，要不是我亲自把人送到床上，我还真信他们是朋友呢。真会玩啊！帅哥，施丽华是找他给他送到他床上的啊！我怎么听不懂啊？也是，三少脏事做多了，桩桩件件未必都能记得清楚。那我给你提个醒，上周4晚上，启悦酒店停车场。操！那，你给我讲讲，那天晚上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脏事？你他妈的看啊！没有证据，我今天不会坐在这儿。三少，如果你没有什么解释，我就默认这事儿是你做的。那恐怕今天我就得找你讨回公道了。你想怎么讨回公道啊？简单，一报还一报。你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给你。三少说，听起来还挺刺激的。放你妈的屁！老子三少，嘴巴放干净点儿。你手机一直在响，先接电话，冷静下来，我们再谈。樊潇，这他妈怎么谈啊？不急，先接电话，坐下，再慢慢谈。施丽华打的吗？给你个1。喂。好。这事儿我认，是老子干的。为什么？操！这东西还有他妈为什么？喝着点东西来劲了呗，身边也没个人，看你长得还行，凑合一下。你随身携带乙醚，怎么了？个人爱好不行啊？你就说吧，要多少钱？我不要钱。啊，那就是他替他认下了。那个什么，你刚才说的不行啊！放心，我下不去嘴。你让我揍10分钟，这事儿就算完了。哎呦！我操你大爷！你敢打老子，老子今天弄死你！这么能打吗？操你大爷！敢他妈打老子是吧？今天免费给你开个瓢！我操！你敢对他动家伙，
想死趁早说。范潇，你别放心，要不了他的命。脏手的事儿我来。10分钟，出来怀孕个屁的！范潇，你他妈给我来真！做戏做全套，叫辛苦3少。滚蛋！他妈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全他妈给你抖了干净！安娜也不要了。哎呦，这是给大家介绍的。刚才十里话说你他妈能让他陪我睡觉，是真的假的？叫就行了。打墙上了。啊，他也得出点血。那你干什么？你说，外面那个人会不会心疼？哎呦我去！我要白在上，我就觉得你们太变态了，你们玩的太真的，我会觉得太吓人了，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记。住我说的，得罪谁都别得罪樊晓，他能笑着玩死你。我得跟他讨要点什么好呢？哎呦我去，这个狠呐！太变态了。辛苦3少了。他没叫啊。走吧。喝一杯酒，咋了？等一下，你的手。没什么，就是刚刚揍那瘪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墙上了而已。不行，去医院。哎我去，这走位呐，太帅了。哎呀，第4集开始。欢迎尤主任光临寒舍。你右手刚固定好，别乱动啊。骨折有什么了不方便的你告诉我，我帮你。骨折了，其实真狠也没什么对自己啊！哎，我来。这么大人了还嘴硬。慢点啊，横掌骨都断裂了，还叫没什么大碍。哎呦，那是哪儿啊？医横掌骨生也说了，你这个位置如果恢复不好，以后是会留下后遗症的。真狠。潘潇，你来泰国也有一阵子，这家里怎么还跟样板间似的？我平时在公司待得多，住在这儿就是图个安静。你可以去电脑看看，不盖上吗？那视野很好。哎，就是晚上，只能看到远山的轮廓；白天，特别是雨后，很美。你晚上睡觉之前，如果有什么单手不方便做的事儿，你就跟我说。然后他就留下来照顾他呗。看来是。这衬衫扣子有点紧，要不劳烦一下尤主任？又不是2只手都废了，用左手。废物！哎，别动你右手，过来。哎呀，有什么事儿是单手不能做的？哼，玩双杠。慢点啊都受伤了就别玩还了，是有点危险。休息一天吧。不行，就喜欢健身呢。头低一点。这个氛围，我怎么感觉尤主任真的脸红了呢？他在摸他。哎，别头低一点吧，不别来这套啊！跟你说啊，干嘛？
拿遥控器这双脸遥，控器我找了好久了，原来在你身后的沙发上。来这一套。哼，拉扯。刘主任，还有2颗扣子没解。好了，就感觉刚才那一刻尤主任特别娇羞。我去还玉宝。哎，樊潇，我觉得实施猥亵的人不是他，应该不是白朋友。怎么说？上次我故意说一报还一报，是的，但他明显对同性很排斥。他嗑了药，又喝了酒，神志不清的时候，未必顾得了这么多。你吃了药不能喝酒，我知道，给你准备，哎呦，喝点酒放松一些，晚上好入睡。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再接着查。灌你酒的那个女老板，我查过了，不是她。再说吧。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你啊，樊潇。对啊，你像正常第一反其应，这出去打架或者干从小啥到，大，能找的这个人，应该对他来说还是很少有人这么护着我。挺亲的。对，干嘛啊？哎，你知道我们公司那些女同事都怎么议论你？以后注意手不要碰水，我再给你开点消炎药。晚上可能会因为炎症而发热，多观察。他还是有的时候抽这个烟，有的时候抽那个烟哈。去要烟了。买不着。樊潇，樊潇，是真发射了。你看看这个配合，烟出发水嘛。这应该是樊潇，发炎了。你是哪里发烧不舒服吗？说了，我确实不舒服。你说过可以帮我的。樊潇，你他妈的！这背景音太会挺逗。只请你帮个忙，不同意也不用打人啊。樊潇，我是 gay，跟啊你，玩不了这种直男的游戏。他承认了。到了，下车吧。这怕你，你也太小看我了，不就是弯的？你忘了这是哪儿？泰国，婚姻都合法了。那这扣子，废物。好像撒娇的那种感觉呀。这俩人都挺像撒娇的。好了，真真这段时间回国了，其实是男的。之前也不是故意瞒你的，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倒也不用那么着急。快下车吧，我上班要迟到了。哎呀，ผมทน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ผมอยากเอาคุณ 什么意思啊？祝你一天都有好心情。吃了不会泰语的亏，是不是？阿火，把上次拍卖会上的古董戒指给陆贞送去，是时候推他一把了。所以你要跟我分手，哦，啊，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是我配不上你。那这个节奏是快了，就是不表他都。行了，下线吧。陆先生，这些都是樊总让我给你送来的。这不太合适吧？我无功不受禄，
怎么能一直让樊先生给我送礼物呢？陆先生，我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自己联系樊总。这助理不错呀。嗯，就是我的意思，他现在说的这种情商，就立刻就说了一下。对，不用解释，就是能接上话茬。没事。照顾好自己，我走了。真呐。姚叔叔，要断就断，就不要这样。对，分手也是你提的，你别在这块。你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对。你的工作环境比较复杂，以后注意保护好自己。姚叔叔，姚叔老，你爱过我吗？啥？你是对我很好，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但爱就是这样吗？你是个挑不出错的完美男友。但我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你的喜怒哀乐我也参与不进去。你沉默的时候，抽烟的时候，笑的时候，我都感觉你是孤独的。哪怕你就在我身边，轻轻地搂着我，我都感受不到你的。可是樊潇没给你送这些礼物的时候，你也没这么说呀。我怎么努力也走不进去。哎呀，别这么这没用。这种挫败感真的很让人沮丧。现在你没有这种挫败感了，被填满了，跟那没关系。就是，哎，倒是，哎呀，就这时候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放大那些感受。对，不是这么喝的。你怎么碰酒了？手还没好呢，不能喝酒。没有，果茶。怎么，心情不好？知道我怎么看出来你不开心的吗？小脸喝得红扑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哪类人？戴面具的人。所以不用吧。这烟真帅，整的我都有点想抽烟。我也有点想买一盒。这会不想抽。行，你这看哪有卖的？我不知道啊。你不说都卖断货了吗？怎么了？年终给我俩人发一盒。你也抽？行，没问题。你先把钱打给我。这啥呀？没事。他是觉得跟他抽一根烟这件事儿很那啥吗？有一定的感觉。我失恋了。哎呦，这乐的，憋不住了。对，还好好的。说要介绍我们认识。不说了，给我喝一杯。真想不通，尤主任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人舍得放手？我这个好绿啥呀？我操，这别那么多废话，手没好呢，喝果茶。行，喝，舍命陪君子。喝酒也行。果茶。来，干杯。还有，我要是喝醉了，送我回家。这就是奔着喝多去的。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可真沉。又是这种光。我是 gay， 他不是。这，哎，总岁是吧？可不经了不，尤主任。别胡扯，放开！没胡扯，你感受一下。再揍他一顿。玩笑不是这么开的，你越界了。哦，尤主任，那我问一下，我越界了会怎么样？我跟你说过我是 gay， 你要是再这么没分寸，我就要小心地上。尤主任，真的吗？和
怎么啥呀？想试试吗？啥呀？啥？你俩多大的人啊？你们在说什尤么？主任这是多久没做了？昨晚喝醉了酒，一直追着人亲，躲都躲不开。哦，对了，你前男友是叫真真吧？你一边亲我，一边喊真真。你看，嘴都被你亲破皮了。哎呀妈，这绿茶呀！揍他，快揍他！不就是亲个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故意拿套子吓我，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哎呦我去！被吓住怎么办？滚蛋！昨晚我尽心尽力的照顾了你一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不请我吃个早饭，现在就让我滚，翻脸无情啊，尤主任。我去洗澡了，你自便。给我来个健力宝。有什么说道吗？不喜欢真真吗？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好梗啊！这一般人看剧都说不到这梗。我也没认这得上点岁数。你这么躲着他，我怕他心灰意冷，再回去找你的遗物。烦人。以尤守朗的性子，绝对不会再接受的。快点出牌！炸弹！哎，尤守朗被你戏弄，陆贞躺枪，我都不知道该同情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感情这事儿谁又说得准是不是？前任一撒娇，脱了衣服一发骚，没有几个男人能够顶得住。炸弹，看我这副牌能压得住你的炸弹吗？睚眦必报，牌桌上都一样。没有谈过恋爱，根本就不懂旧情复燃有多。没有谈过恋爱。哎，对了，说到这个，你跟那个安娜咋回事啊？她是真够给你面子，她真去见了白鹏宇。之前啊，有个富商在她面前自杀求她回心转意，血流了一地，人家眼皮子都没抬一下。最后还是这个富商自己打电话叫的救护车。自杀死！哎呀，太没招了。我说，9种人会下地狱，我和他谁都跑不了。他说的是安娜哈。来来来，喝酒。阿虎，给出差去行业博览会的团队名单里，想办法再加一个名额。给尤守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哎呀，这寺庙的钟声。外派到泰国这么久，整天忙得团团转，还真是难得有机会来到这海边转转。是啊，风景真的太好了，白沙椰影太美了。所以他们现在开会常常选择海滨城市，在工作之余还能放松放松。哦，公开旅游。来，你们吃吧，我没有胃口。反了吧？反了吧？我来。大哥昨天出手了一下，叶先生，抄一口不？你怎么了？咱俩昨天在这演来着。是不是太累了呀？要不要一起去海滩边走走呀？还能赶得上看落日呢。我不去了，我有点累，你们去吧。守朗，你好好玩，叶姐是练之功。哎呦，他咋的了？尤主任，我们走吧。好。不到啊，突然的沉默。大哥哥，买一朵花吧。啊，他不敢去海边啊。对，海啸。小姑娘中文说的真好，早点卖完，早点回家休息啊。给这么多钱？谢谢。我也去卖花。我们尤主任就是体贴啊！哎，今天樊潇说你失恋了，我们部门好多小姑娘可都惦记你呢。这回他们有机会了吧？别拿我打趣了。这可不是打趣，我能证明啊。他们每次一提到你那个兴奋劲儿，啊，他们都不知道他是 gay。也能理解。尤主任人帅又细心，你看这次樊总带上来开会，多亏了你在，不然我们都跟他不太熟。在外边没有那么那啥。都是工作需要。这样，
你们先去转转。今天樊总也没怎么吃东西，我带点吃的回去找他。嗯，好。好，回去见。别开灯，求你了，别开灯。樊潇，你怎么了，樊潇？你让我抱一会儿，就一会儿。没关系，我在呢。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海边了，我去给你倒点水，给我来点酒。好。这个阴影一直过不去哈。嗯。这时候也不管手有没有伤了，就喝吧。嗯。你知道死了30多万人的那场海啸？哦，你是说几十年前印尼的海啸？会死啊！不会的，潇潇。我现在最恨的就是你！啊，樊少，你冷静一点，你冷静点。พวกคุณคิดว่าคุณเป็นใครมีสิทธิ์อะไรไปตัดสินชีวิตคนอื่นคุณเป็นใครเป็นพระเจ้าหรือไง樊少，你冷静点。啊，所以他恨他吗？哦。所以就是要报复他，或者要怎么样的，要玩他之类的。对对对对。哦。那他这还是他的身体要比那什么还要诚实啊。马上。对不起，我刚刚没事，我理解。应激反应。上次我喝多了，糊里糊涂冒犯了你。这次你应激，咱俩扯平，事过不提了。你亲我，我亲你，这就好了，他。嗯。我刚给你打包的那份乌冬面应该已经糊了，我再去买一份。舒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出差的名单上加上你的名字吗？不知道。因为我希望我害怕的时候你能在，你在，我就不怕了，我会更安心。嗯。谁呀？陆贞吗？还是陆贞吗？啥？不是。你居然去了滨海市，你不怕犯病啊？已经犯了。我操！那现在听着怎么这么正常？有主任在。什么意思啊？我总不能永远逃避。既然要试着向前迈出一步，还不如顺便在他面前卖个惨。这也行？你他应该在国内，甚至于在国内外的医学领域的交流，或者是技术方面，都是一个顶尖的。这个专家很具有前瞻性，具备国际视野，认真听。国内外资本方的大力支持。想给他支撑哈。Experts for their wonderful speeches. That's all for today's theme form. Everyone can go to the restaurant to enjoy dinner. Thank you, everybody. See you tomorrow. 走吧，我叫了菜，咱们回酒店吃。舒朗，怎么了？陪我去海滩边走。哎呦，想克服这个那啥。对他昨天打电话他不说了吗？不能永远逃避。一会儿天黑了，可能海面看不到，但是海浪深海，我想试试看。啊，就是的确是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大海啸，但是我记得好多年，好像小时候。对，是。樊潇，樊潇，你埋进海里了。回来！樊潇，停下！
怎么怕我自杀？没听过那个大小大海会吞噬你，想要脱敏也不能这么心急啊！会吸引着人往海里走。所以出事之后你就没再来过海边？出事之后，断断续续接受了几年心理治疗。成年之后觉得自己可以面对，那他确实是心里有点病，就去了一趟普吉，可是还没有见到海，光是听到海的声音，我就已经失控了。后来又接受了脱敏治疗，但没什么效果。慢慢的，我有点厌倦了，不能掌控自己，我也不想再一次次面对那个恶魔，最终就只能选择了放弃，选择了逃避，像个懦夫。你会不会笑话？樊潇，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你也有吗？我不敢游泳。其实小时候，我游泳很在行。那个时候家里穷，我们男孩子都会到河里下地笼捕鱼。我和一个男孩子水性好，敢去深的地方下地笼，我们捕的鱼就比别人捕的多。但慢慢的，那个孩子死了是吗？他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开始看我不顺眼，还欺负我弟弟。结束了哦，哎呀，不错呀，这是他们感情升温了，对递进的一集啊，都跟对方说了一下自己心里的事儿。对，刚才尤书朗说那个水下救人那个事儿，我是之前看过别的新闻，的确是，就是那个被救的那个人，他会拼命的去抓住你的手脚，对，就是无意识的。然后因为他怕就是一旦松开了，他就会死掉嘛，就是那个像救命稻草一样。但是往往这样式的话，他就真的救不了你，因为特别累。不是，他正常的那个托举方法应该是，搂住他的脖子，然后给他拉上来。对，他那个就是窒息的人，他无意识的那个手脚动是那什么的。对，那个就是总会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可以先以电炮给他打晕，然后给他带过来。哦，那你也不会游泳，你说这么多干啥？就让我想到了上一集那个尤书朗不也说了吗？他说什么他7到14岁的时候在那钓鱼，然后他不就说什么那个贪心的人就会在里淹死，然后但是他也贪心，但是他想好好活着。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表象就是像他这种，就是他有自己的欲望，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能为了更好的自己活着或者保护好自己。然后他可能就是适可而止，对，他就会有边界，所以他跟樊潇说，比如像你不能越界或者怎么样的，对，就他的这种边界感会很强。但是像樊潇这里就表现的就是他可能就是至少目前啊，他也可能认为这是一场游戏或者什么的，他只是觉得好玩刺激啊，或者是就像说是你是菩萨，你们为什么可以主宰人的那啥，就可能把我的恨意转嫁到你这个具象化你这个人身上了。对，我就要打碎你的这种怎么样。但是至少就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这种，就是无论是童年的这种创伤，还是生活环境不同，导致他们的就是对这种就是对自己对处事的这种方法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选择。这集反正是给出原因了，就是说为什么樊潇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包括一开始他为什么对这个尤书朗你说有这种恨意也好啊，包括后来的这种慢慢的这种接受他，这个原因足够立得住。没错。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他在某一方面，他现在想要去接近那个尤书朗，其实他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像他是想克服那个阴影恐惧，对，就是可能他接近尤书朗之后，他发现他能克服自己心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他觉得接近他之后，他就能够就是有一些救赎的意味在。对，就是比如像他的肢体接触到他就可以就是安心。然后在那海边，因为有他在，你看那个应该是施丽华给他打电话吧，然后说你怎么去海边了？然后他说因为有那个尤书朗在，然后我就觉得那不能一直逃避，就是真的是有这个人在的时候，他能够就是安心。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某一方面接触他，也是因为他真的靠近他的时候，他会有安全感或者安心，就像人对这种光明的向往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才会让他愿意去接近他。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身体
就是生理跟这个精神双重的这种安全感。一方面呢，就生理性的被他所吸引；一方面呢，像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精神上会觉得有安全感，包括做事，包括什么样的。这一点是，是很立得住的。对，没错，这个故事确实是很好看也。他这个，哎呀，怎么说的？这个，首先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阴影足够足够给你这个整个人生有这个影响。对，他，所以我说他这个编剧的这个感觉啊，这个故事剧情的这个深度非常足够。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都听过，对，咱都知道。对，你会就是在某一瞬间，你可能会有点感同身受，对，你会共情到，因为这个确实是知道，就是好像咱们当时看那个动漫《时光代理人》的时候，记不记得？就是说那个是那个地震的时候，对，在那一刻的时候，咱们一下就共情到了。对，就是因为那个事件虽然咱们不是当事人，但是在对那一刻，对于很多知道这件事的人，那天都是一个创伤。对，所以你就能够共情到。你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也看没看过那个新闻，就是说当时好像是印尼的那个大海啸，当时好像那场海啸是死了30万人，然后说眼瞅着什么上百米的那个，因为我看过那个新闻，当时印象很深刻，然后就当时还说有一些名人还在那块儿就是度假呀，还怎么样的，然后说有的人就没回来，包括谁，但是时间太久了，大自然是不会那啥的，对，所以的确是他这个事儿是真实中发生的事儿，然后觉得他还是亲历者，那当然就咱们也能够感同身受他的这种感受。对，而且就是他说他母亲的那一块儿，其实咱们也是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他觉得他母亲一点一点把他给拖起来了。然后自己在水里那啥了，对，牺牲了。然后还就是你看他在这么就是完全真情实感表达自己内心恐惧和感受的时候，同时他也是说他在跟那谁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那为什么不给他一些那个示弱一下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还在。也在用这个事儿，是在拉近他跟那谁之间的感情，尤书朗之间的这个感情。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心计还是挺深的。你知道吧？一方面在治愈自己，一方面呢也是说就是用这个事儿来拉近彼此的感情。就是希望尤书朗心疼一下他。对。挺好，我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感情递进一点都不突兀，完全的是真的那啥。就说如果是这种感情，我觉得都相对来说可以说接受这个两个男的这个他们在一起的这种那啥，因为你看这个一步一步的觉得很那啥呀，很给你到位了。那个人家那谁这个樊潇没处过对象，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男的喜欢女孩。然后呢，这个尤书朗本来他是知道的，然后他心里是这种那啥的，然后这个樊潇一点一点，就是你也别管说用计策也好，或者是咋的，就想靠近他，然后这个感情一点一点在递进，这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那啥，虽说一开始一直在拉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的这个感情的递进确实是越来越浓的。对，而且你就像那个尤书朗还带他去报复，就真正不是亲人的话，就像是谁能够告诉朋友说你跟我去打架去？首先你得确认这人能真陪你去，别打完电话他不去，或者那两件事就尴尬了。对吧？所以你肯定对他有点事儿，就你对他确实是有一定的信任感，我觉得这是有信任感在，就是你觉得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至少他肯定能来，就这件事儿还是挺那啥。当然也肯定是因为那天他那个樊潇是知道，就是他被猥亵这件事儿嘛，他可能是觉得，但正常来说他去报复也不一定会带个人或怎么样的。你看他还挺能打的。然后呢，就是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就像陆贞对那个尤书朗那会儿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虽然我觉得这里是某一刻他的借口啊，就是我想离开你了或怎么样了。但是我觉得也是说明，就在那一刻他确实是有过那种感受。对啊，就是那是对他融入不了他的生活。对，就是你看他说嘛，就是我无论是你的喜怒哀乐，就是你是个完美的男友，就是你做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融入不了你的生活，就是你可能你的喜怒哀乐或怎么样的，包括你看咱们的第2集还是第几集，就上来他和珍珍就那啥，然后那个珍珍不就说你今天和往天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他们平时生活中，就是你就想这可能是最就是
最初的这种反应的时候，他会觉得发现他的变化，那就是说他们日常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像游书朗现在表现，就遇到凡嚣了之后所有的这种情绪的这种转变。我能感觉到就是游书朗会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办公室主任嘛，然后平时工作也会很忙，然后他会尽力给这个小男友营造一种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外边能办的我都办了，然后呢家里边我还给你做饭做菜，然后所有的纪念日我都记得，然后我就是对你好，我不想让你受苦。但是实际上这种事儿是少让那个他的小男友真真少了一些两个人共同经营这个小家的一些参与感。所以你从来都不这样，是吧？你就是家里啥事儿都不管，然后你叫人家那个多经营一下自己的家。其实我觉得这里陆贞，我觉得他应该说的不是生活上这种参与，而是在情感的交流上。是情感，对，就是哪有时间交流啊？那他和凡嚣都有时间交流呢，就不要给自己就是这种没有交流去给一个借口。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包括你们，你要是跟你的爱人说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交流，那我觉得你说1个小时可以，2个小时我也理解你工作，但你要说1天24小时你都抽不出来时间去跟我真正我想要的交流一到2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借口。吃个螺蛳粉去。对。天天看视频哪有时间跟你们去交流啊？谁想跟你吃螺蛳粉呀？你看这是我们懂的梗。吃螺蛳粉约不出去我们。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陆贞跟他说的是情感的这种诉求，就是他可能就是在这一刻，他就是跟那个游书朗就说了他生活中可能他之前没有说出来的，就觉得咱俩在一起挺好的，就我也能够，就是在我不想和你分手的时候，这些我都能忍，对，我都能忍，就是我觉得都挺好，完美男友你还要啥呀？但是当我想和你分开的那一刻，人就是双标嘛，你全是缺点。就是你的完美，在我看来，完美就是假象。对吧？我不需要完美啊，我就需要接地气的人呢。我需要你陪我，我需要吵架呀，有苦有乐呀，像人情侣似的。对，就是其实一切所有的这些东西，就都是因为不爱了。对呀，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情感就是变化，就是可能会有，就是虽然他一笔带过，就咱看来是在一笔带过。陆贞这块是对，但是其实在他们话语中，就是可能能自己脑补到一些内容。主要他也不是主角，所以说原谅你了，原谅陆贞了。他这个剧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的地方，就是说他的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他把所有就是说不演咱们也能懂的那些情节，他就真的就没演，就是他的留白就够了。不是，有可能咱理解错了，现在只是我们的脑补。不，他这个剧情就是你这就是该这么发展嘛。哎呦，他又懂了。不是，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么发展，他没演出来那些东西，有一些当然了，他在后边他是先给你结果，后边也给解释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没给解释，咱们猜那个东西他也演了，也是对的。就是这个节奏是很快的。然后没有拖泥带水，我觉得这点可以，给个好评，大哥，给个好评。其实我主要是比较喜欢他这里，因为我之前看的片段，其实是我都看的是片段嘛，然后其实大部分是没有台词的，所以我不太知道他们演那个情景是吧？那你看啥呢？不是，我看的短视频，他推送我的都是带着那个音乐，对，都是带着点研默片。对，就是那种，就是配着那个是我不知道那首歌叫《纵此生》吧，就是我看其他平台上的都是配着这个音乐，是这个画面的精彩剪辑二创的这种，是这种，所以大概就是他们那个情节说的什么话，我是不太知道的。音乐是那个亚外搜，美色是那个吗？不是，他这是啥？又唱啥了？又唱啥呀？能不能别唱泰国那个？就这条路别堵死了，行不行？让人家有点想象空间，还唱。杀马特那个吗？行呗，那就继续吧。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